俄乌战争开始后呢，乌军第93机步旅是最让俄军头疼的。他们不仅在战争初期追着俄近坦40打，直接靠俘获的装备从机步旅换装成了坦克旅，同时在俄乌战争的第2阶段还击溃了俄罗斯150摩步师，缴获了他们的军旗。那么乌军这支旅级部队究竟强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们这么能打呢？别着急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俄乌战争之初呢，在乌东苏梅州方向发起攻击的俄军近卫坦克第4师无疑是最强的，因为这是基辅方向。虽然是俄军第1阶段主攻方向，但是因为白俄罗斯到基辅的后勤补给线道路狭窄，所以俄军主攻部队无法发挥全部实力，并且这个方向的主力部队是俄空降兵部队，其陆战实力对比俄军近坦4师还是要差了好几个数量级的。再加上此时的乌军开始主动从赫尔松地区撤退，同时驻守苏梅州和哈尔科夫等地，乌军装备是比不上俄罗斯近坦4师的，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根本守不住苏梅州和哈尔科夫。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全员改装的俄军最多 T80BVM 先进坦克，有装备优势的王牌部队，在作战区域距离俄本土较近，后勤补给难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，却在特罗斯加涅茨镇遭到了乌军第93机步旅的伏击，使他们惨败。3月初，从苏梅向哈尔科夫突进的近坦4师，在特罗斯加涅茨镇遭遇了乌军机步93旅伏击，80%的装备被摧毁，多达77辆 T80被乌军93旅俘获，直接导致了俄近坦4师退出了第1阶段的俄乌战争。同时，乌军也创造了以旅击败俄军王牌师，并且直接俘获换装成坦克旅的先例，成为挽救乌东部局面的头号功臣。这里大兵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俄军王牌部队会出现在这里。特罗斯加涅茨镇属于苏梅州通往哈尔科夫的必经之路，当时呢，俄近坦4师被赋予了攻占哈尔科夫的作战任务。从战场全局来看，哈尔科夫是整个乌东地区的交通枢纽，一旦这个城市被俄军占领，那么后来的俄军顿巴斯战役就会势如破竹，基本没有什么悬念。2战时，苏德两军呢在此地大战4次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。因此，当时的特罗斯加涅茨镇的得失势必将影响整个哈尔科夫的战场局势。紧接着是3月底，俄军在基辅和苏梅州的突袭战术分别失败后呢，俄乌战争进入到第2阶段。俄军集中精力向顿巴斯地区靠拢，他们的目的也相当明确，那就是实现对顿巴斯乌军形成包围。当时俄军预定的战法是北线从库皮扬斯克出发，攻占伊久姆，直击斯拉维扬斯克；东线则先攻占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双子城，兵力呢同样是直指斯拉维扬斯克。而南线和西线则从马里乌波尔以及顿涅斯克市北上，最终向斯拉维扬斯克突进。这样4路人马将会把乌军主力部队全部包围在斯拉维扬斯克一带，聚而歼之，彻底锁定战争局势。当时的俄军4路兵力呢，其中北线的伊久姆、斯拉维扬斯克作战行动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。由于俄军预期作战难度较小，并且还是主要作战方向，因此由俄总参谋长瓦列里·格拉西莫夫负责。这个名字啊，朋友听可能没有什么印象，这里大兵放一张照片，这里面嘴巴咧得最大的就是。而他能担任俄总参谋长，除了深得普京宠爱外呢，其军事能力也不容小觑。当时呢，这个俄总参谋长直接跑到前线亲自督战，这对于乌军来说呢，可谓是岌岌可危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乌军总参谋部又将93旅调到此地用于防守。他们利用伊久姆南边的森林地带做掩护，让俄军无法发现。然后呢，再大量利用无人机和渗透的特种部队指示目标，频繁使用火炮精准轰击俄军，其有生力量被乌军大量杀伤，挡住了俄军的疯狂突击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9月份，导致这片区域的俄军每天的突击速度平均只有10几米到几十米，始终无法达到战役目的。根据5月1号的报道，在伊久姆督战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受伤，其右腿上1/3处被碎片击中，没有发生骨折，碎片被取出。尽管这次格拉西莫夫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他随行的20名护卫在这次袭击中阵亡，因此这位俄总参谋长紧急撤离了伊久姆。所以说，乌军93旅的防线固若金汤，即便是俄总参谋长督战也无法突破。
随后则是8月上旬，93旅利用防守间隙向进攻的俄军阵地突击，击溃了俄军的150摩步师，并且缴获了这个师的军旗。那么军旗被缴获意味着什么？想必各位朋友都知道啊，这可是奇耻大辱。不管这个师有没有被击毙，都意味着这支部队彻底消失了。该部队立刻从军方建制中消失，不会再有这个番号，也不会再重建。如果丢掉军旗的军事长官幸存，也免不了被枪毙或者长期的牢狱之灾。当然，也有传闻称啊，乌93旅是击毙了俄150摩步师的师长，但是大兵没有查到具体的信息，所以就不过多评价了。总之呢，93旅是粉碎了俄军第2阶段作战计划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因此，在2022年5月6号，第93机步旅被授予了荣誉与勇气的荣誉章。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啊，他们最终却没有参与攻克伊久姆和库皮扬斯克的哈尔科夫战斗中，原因是另外一条战线更需要他们。俄军第2阶段作战行动失败后呢，全线进入到防守状态，唯一保持攻势的是巴赫穆特方向。不过呢，在此地作战的俄军并不是正规军，而是瓦格纳雇佣军 PMC。虽然他们的进展速度不快，但持续近4个月的进攻后，以及凭借一次性囚犯兵引诱乌军暴露火力点，再通过远程武器定点清除积累起来的成果还不错。最好的时候呢，曾一度拿下了巴赫穆特周边的所有外围据点，并从南北2个方向进入城市郊区。而一旦巴赫穆特失守，那么俄军就能从南边直接进攻斯拉维扬斯克，而乌军呢，乌东后勤将立于危险之地。因此93旅被调往巴赫穆特后呢，反攻行动迅速展开，仅用了48个小时就收复了瓦格纳雇佣兵2个月的进攻成果，并且重创了他们。目前俄军拿下巴赫穆特的希望基本破灭了。那么为什么这支部队这么能打呢？93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43年5月10号的苏联红军近卫第93步兵师。这支步兵师呢，由红旗第92独立步兵旅和近卫第13独立步兵旅合编而成。在成立仅3个月的时候，就参与了苏联第4次哈尔科夫战役，解放了哈尔科夫，并且获得了哈尔科夫的荣誉称号。随后，该师从顿巴斯长途奔袭6500公里，一度打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，荣获红旗勋章、2级库图佐夫勋章、2级苏沃洛夫勋章等荣誉。2战结束后，93步兵师被改组为第35机械化师，参与了华约集团干涉匈牙利的军事行动。此后便常驻于匈牙利，在1965年恢复第95师的番号，改称95摩步师。1991年，95摩步师从匈牙利撤出，改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切尔卡斯克。1992年，俄乌分家，95摩步师由乌克兰接管，番号改成第93机械化师，隶属敖德萨军团第6军团。2001年，乌克兰开始军改，93机械化师被缩编成了现在的第93独立机械化旅。2014年，俄空降兵突袭克里米亚乌军军营，一举攻克了克里米亚半岛。乌军在此战中是溃不成军，成了奇耻大辱，其中当然包括93旅。而乌军为了一雪前耻，先后从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地请来老师傅，对其进行严格军训。这些老师傅中呢，最出名的当属美军101空降师，他们负责训练的也正是93旅。在那之后，93旅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，2018年将其旅徽换成了今天的黑鹰。而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呢，受过美军培训的93旅表现可谓是相当优秀，不仅是追着俄近坦4师打，还击溃了俄150摩步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93旅和俄近坦4师在2战中呢，那可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啊，现在却要手足相残，这要怪谁呢？截止到11月8号，乌军公布的数据，俄军阵亡人数已经达到了77170人，仅当天就增加了710人。不过从最近的战线图来看呢，变化都非常小，但是俄军阵亡人数却居高不下，这说明双方的争夺依旧十分激烈，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。而相比10月下旬，过去1个星期内，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明显加强了反扑的力度。尤其在顿涅斯克方向的帕夫利夫卡一带，当地的俄军试图从正面和东面同时突破乌军的防守，迫使对手退出这一可以用于进攻的阵地，获取顿涅斯克州南线的主动。
不过呢，在乌军的顽强阻击下，他们的目标没有达成，而且伤亡十分惨重。与此同时，赫尔松地区的乌军近日也展开了小规模进攻，但与俄军不同的是，他们顺利进入了斯尼夫瑞夫卡的东北郊，距离赫尔松市越来越近。俄军几乎将赫尔松市内的居民全部撤出了。俄媒体还特地拍了一拍空的街道，力证赫尔松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同样是当天的消息，目前乌军93旅已经离开了巴赫穆特地区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马里乌波尔。当地俄军或许正在加紧在马城外围挖战壕，过不了多久，解放马里乌波尔的战斗就要打响。如果战斗顺利，那么93旅将切断俄军南部集团唯一的陆上补给线，即便不能攻下，也同样可以迫使俄军的南线部队无法继续进攻。总之，乌军93机步旅就像救火队员一样，哪里危机就会被派往哪里，正如这支部队的格言“永不回头”一般。可以预见的是，赫尔松将会很快迎来结局。当然了，不只是赫尔松，或许整个俄乌战争也将会迎来结局。根据乌军的消息，俄军已经用完了80%的现代导弹，伊朗援助的无人机也已经见底了。同时，美国驻欧洲地面部队的司令本·霍奇斯中将也表示，乌克兰武装部队能在今年年底前收复2月23号之后被俄军占领的所有领土，到2023年夏天，克里米亚也将回归乌克兰。以往鹰将的评估呢，一向是比较靠谱的，大兵相信这次应该也不会例外。至于乌军93旅能否再创辉煌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